你们好哈！今天的题目又来了哈，告白哦，有告白。那我们一样哈，捕捉那个非常接近告白的人哈。先说哈，告白有时候是一个行动，有的时候是一个告诉哦。所以，但至少到了告白的阶段，会表达的非常明确，你一定会感觉得到哦。那这是今天的三张牌都暗示着不同的力量来源哈。你看哪一个感应最接近你，然后你就选它。需要看久一点，记得按下暂停。那选好了，我们就开始喽。好，那我们就先从选择第1号牌的朋友开始哈，这是1号牌。来，我们一样哈，从动物牌去找，从动物牌去找到对方那边哈传来的5个讯息，这5个讯息有可能包括它的内在的能量的结构，或是星盘哈。虽然我们不会提到星盘，但是会有一些感应哈，会有一些讯息会交织在一起。再来还有他现在的处境，还有他的视野里面怎么看到你哈。然后我们来回看他，看看这个讯息的结构在哪里哈。来，我们来从5张牌来翻。好，来第1、第2、第3、第4、第5。好，那我们再从另外一样的牌组哈，只是语言不同了哈，来看看有没有重复出现的要我们看的。好，来这个第1张，没有哈，2、3、4，哦，有没有最后一张了？也没有哈，可惜哈，没有特别针对的讯息了。通常没有重叠，对我来说就是都可以说，每个都可以说，没有先后重要的顺序。好，那我通常是会先翻这里，因为这里会有一些比较尖锐的讯息，这样，我通常会最后再翻这里，因为它比较像结论哈。我今天翻这一个好了。因为我觉得好像有一个反过来的讯息需要我先解答一下。所谓的反过来讯息，就是说这张原本带来的核心的美好，可能会跟我想的有点不太一样哈。这张给我的感觉是说，先不用说它 OK，先不用说它 OK，这张也没有特别亮，可是总有一个讯息说今天就先讲这张。好，那我看一下哈。它有带来了你们之间的某种奇妙的平衡，也就是说，你跟他现在的现况是站在一个对齐、对立、平衡，能量也都在对齐的状况吗？是这样子吗？那我们来看一下，因为讯息是这样，可是我翻牌会提出疑问了哈，所以我先直接从大结构来看哈，我先不看你附近的能量各方面，我就直接从大结构来看。对于这个提问，对于平衡对齐，已经是非常好的状态的这一题。不算特别好哦，但是有好有坏。我看出来它好的位置，它现在跟你的关系好的位置是在一大伙的朋友里面，你跟每个人的关系都一样好，他也混在里面，所以他现在跟你在你附近是一个跟你关系都还不错的朋友，但是他并没有特别凸显出来，他没有跳出来让你觉得你跟他是特别好的，没有哦，主要是为什么？他有感觉到你可能是有事无的发现他对你的喜欢，所以他收手了。那你会觉得说，为什么不明白的表现出来？这章说出了一个秘密哈，他说他有感受到他自己的
不在对的时间里，他的状况各方面他不在对的时间里。这3章都把他想要告白跟再更进一步让你知道他喜欢你的讯息都往下拉，往后退一步，3章都退一步。退了什么？第一，他对于你的渴望跟想更进一步的这个念想，这个意识，他把它削弱了。原因在于这章他心里的某个黑暗面，某个比较像是一针见血，或是苦口婆心，或是良药苦口这个角度，这个诠释的这个角度，有在提示他说：你不要冲动，你不要误判，你不要误看了现在这个情势，现在还不够好。那他的性格上，他先觉得一定是自己各方面能量不够好，所以他心里才会浮现这个东西。所以他现在处在一种他需要检视一下自己好不好或什么。但是有另外一个讯息有出来，这里你们现在相处跟朋友的这个基础上啊，应该他有依稀的感觉，或是自己觉得这些人里面也有喜欢你的人，那他不是最好的，这样他有一点点现在处在一个没那么有自信的状态里啦，所以他先保守的，先用保守的状态是先跟你做朋友。他其实在花时间观察自己，他不是在观察你他对你他已经非常够了解，足够了解到了。可是我们必须要看这3张牌如果我们要说，我们就最浅的这里星星牌逆向用我的方法，我会说，本来让他非常有概念的、非常有意识的，可以直奔到你面前对你告白的这一个意识、这个意念，现在这颗星星是消灭的那他眼睛现在是糊的啦，他可能目前正在对抗的是自信的问题。他突然应该在你们大家相处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不是最好的。突然有的时候人就是会有这种心魔会跑出来。他现在正这样，他现在正处在一种每况愈下的幻觉里。这都是很浅很浅的啦。如果我要讲深一点，我会告诉你说，他现在的心魔突然跑出来了啦。这都是很表面的，不是说很浅，很表面的形容。我要直接讲核心，就是他现在有个心魔跑出来了啦。可能跟他之前有跟其他人告白也失败了的这个想法有混在一起了所以他自己要先突破一下自己的这一个难关了这个时候我就要提示一下就是很多人会把这一个想法当成是对方很懦弱怯懦，然后会很直接就说这样子的人不要也罢。可是我都会跟大家说照能量的牌阵跟它的逻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很接近最美好的核心，旁边还有一个能量叫做你必须看待所有事物都要处于一种比较偏向于慈悲跟仁慈的角度而不是审判判断。那些审判判断评价严厉的东西都是拿来要求自己的尽量拿来要求自己，而不是拿来要求别人。所以仁慈慈悲这个角度也是用来在自己身上去表达出来的，去展现出来的。审视自己跟更高的慈爱会让你更接近美的核心记得这个原理。所以在这题不要埋怨，而是要用更仁慈的心态来看待。他现在是处在自己的认同上的困境里，我们其实是要提高我们的怜悯心。如果我们知道他是谁，认识他，我们应该要帮他提点，增加他的信心，告诉他说没有你想象中的这么难。这是我们在旁边以仁慈的方式是需要帮助的动作。可惜是今天我们翻牌表示你不会知道他是谁，所以他现在正处于自己的一个内心自我认可的挣扎之中啦。如果我知道他是谁，我应该会跟他说不要怀疑自己，先从不要怀疑自己做起。因为
你光是不怀疑自己，后面就有很多事情要面对、要努力了。你光是要更努力，从有自信、有勇气的自己再往前，就已经很辛苦了。何必要先处在一个怀疑自己，先把敌人设在那里，先让自己对付自己？我觉得对我来讲，我觉得太浪费希望这件事情了哦，太浪费希望跟愿景这件事情了哦。好啦，没关系啦，他现在要给他一点时间，反正现在这个状况给他时间。然后呢，时间不会花太久，就会给他一个很公正的答案，很对的答案。他会明白自己好在哪里，能给予你什么，你能在他身上得到什么样子的爱，什么样子的好人。他慢慢会觉醒起来。哈，这边其实看得到啦，因为这3张都是他原本里面有的好东西的反向而已。对我来说，这3张只是告诉我说他忘记了，他现在忘记了，需要提醒一下，好，需要提醒一下。来，所以我觉得还好哈。只是以现阶段的现况来说，他最近可能比较不会出现哦。他本来还蛮常出现的，他最近可能比较不会出现。他最近有一点点为了自己保护自己的心态，他会回避几次，然后慢慢的他自己内心的东西会化解掉，然后就会靠近了啦。好，来我来翻。对于他这一个自己挣扎的事情，恶魔牌怎么说？哈，恶魔牌说的最准了啦。尤其切入黑暗面的时候，我最喜欢他们这里说的讯息啊，果然是这个哈。这张说跟他说不要急，慢慢来就好了，也跟你说不要急，慢慢等就好了。而这张说了一个特别的东西，说会有你们都意想不到的好事会突然发生，所以更不需要急，表示有其他的故事线在我们能翻到的故事线以外在发展中，这里没有那一条线哦。这边只透露了一点小小的八卦和小小的讯息说，不要急，会有意外的好事会发生哦。所以他也不需要困在这里，然后把这个意识丢出去，看他能不能在梦中感受到，有没有梦里梦到有一个像我这样子的人告诉他说，你最近太紧绷了，不要想得这么紧密。好，来，我们把他的讯息一次看完。然后再一点一点的往好的讯息那边走去。不是差的讯息啦，就是有白天黑夜的讯息，这算黑夜的讯息哈。来，让我看一下，这里说哈，本来是会有蛮有智慧、蛮有灵光、蛮能启发他的人，应该会在他身边带动他，不会让他困扰这么久。可是这个人偏偏在我拿到这张牌的时候，我觉得那个人最近不在他身边，难怪他会有一点点好像找不到灵光哈，找不到启发哦，有点可惜。但他身边有，那我这里我就要好奇问了哈，这个人近期之后要回来了吗？因为我觉得他不该跑太远，他应该赶快回来帮助他，帮他解决这一块，因为他需要跟这个人聊。哦，好啦。他快回来了，所以他快回来帮助他了啦。哦，所以不担心哦。只是他现在会在自己的思维里面挣扎一下，那一个他自己的智慧的贵人、智慧之语之后就会再得到了，所以不担心哈，反正慢慢的就会再回来。好，那我们从其他的角度来看哈，这张牌也说会有我们没有捕捉到的好的角度哦，会有好事进来，这里有。那目前这一个能量还在比较遥望的区域哦，也在走过来。会不会这两个说的是同一个？我不确定，但是确实是有好的。那它就符合这章所说的，会有意想不到的好事要发生哈。所以以他现在的这个状况的解方，就是会有一个额外的好能量要再加注进来，整个状况就会改善哈。这几章的一些困顿啦，就会破解掉了哦。好，至少看到一些方向。这个的话，其实这张
我先把这张看完，免得我又重复讲，因为最近这几张牌好像有在重复讲一些东西这张讲的比较是告诉他怎么做，有的时候很有趣，然后我们有的时候都在看你在看牌，就都在讲他的事，那我们就把它当做让你了解一下他的现况，为什么他还没有出现，还有一些状况这样。这张在说他现在的现况跟他的内在的思维方向啦。他现在其实也是不知所措，好，他只明确的感受到，他现在处在一个不适合告白，或是他没资格告白的一个自我困境里。所以这张牌在告诉我们他的现况，就是他现在还在随意摆动，他也没有确定方向。那这张牌就呼应了这里，这里比较像解答，而这里叫询问。这里询问了什么？这里询问了他是否要等待一个转换的机会，是否有一个边界，他必须要跨过，才能够突破现在这个障碍。这算是这张牌的提问。那答案在这里，就是没错，但是不是靠他自己跨过，而是靠他人的协助，他人能量的进来。我目前讲到这里，我开始觉得这个不是这个，我觉得它有一种性质上的差异，但说起来很像，因为这边说会有一个意想不到的好事进来，那这边也是一个好事，就是他所期待的贵人，就什么在远远的方向要返回中。但我觉得这个能量比较像安排好的，这个能量像额外的路径上会有别的，所以以他现在这个状况，或是以针对你跟他的关系，会再更进一步，其实应该会有2个好事接下来要发生之后，再把你们2个拉近。他的困扰跟他的困顿不重要。现在来说是不重要的，因为这张牌告诉我说，他也没有方法，除非这2个好能量进来，所以要再等一下，表示有其他的能量在促成你们2个更靠近，虽然我们今天题目是告白了，但是更靠近，至少应该会让你感受到他有在表达他对你的喜欢，来。一样，我们都最后放一点时间点，记得时间点都是参考那参考的核心，我每次都要讲，因为我怕大家误会说就是这2个时间点发生，没有就没有，不是这个意思。意思是说这2个时间点可能是你们2个能量靠近的最好的时间点。如果那个时候你们又靠近，或是被好的能量拉近，那应该会促成，或是让你们很有机会促成我们今天犯的这件事，就是告白或是表达对方对你的喜欢。就这2个时间点，我们都要把它当成是比较好的能量就单单看你们2个靠近的时候，能量接触的情况，最好的应该会是哪2个时间点？给你做参考给你做参考之后，你看到了就多一些期待，乐观的期待记得我刚前面讲的那个仁慈跟慈悲的心，要去看待整个世界万物的发生，要用这种比较仁慈慈悲的心去看。你也可以想成是有善的、有爱的，但是我觉得用仁慈、慈悲的角度我觉得算比较容易做到你比较能够感受了。好，这个第一个时间点2个跳得蛮远的夏天前，就是差不多您觉得夏天到了，夏天最前面那这个就是冬天最后面，就这2个端点整个能量关系会有最高的位置，就2个端点，给你期待一下就好了那我看一下，如果你要我觉得这2个时间点，我觉得你们的关系最好的位置，我会比较支持冬天快结束那一刻。因为夏天前的那一个，我觉得你们应该会很靠近，但是还连接不到，还串不起来，还算有一阵迷雾这样。那这个我也没有觉得这个好能量回来，我没有觉得要到这么远冬天后面，我觉得到中间就出现了，这个也是我觉得这个应该会还比这个早一点出现
那这两个的出现，我的直觉判断，以能量的走向，我觉得是把你们两个拉近的两次还不错的契机。那这边的能量靠近，就是他的那一个朋友，或是发觉了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会让他的这些念头都转换哦，因为这章讲的是整个转念中会有转念的一刻，所以我觉得这一个回来的时候会有把这个能量都转过来，不要从比较容错率低的一个思维里面去思考，好，他会把它转回比较乐观进取的态度，好，是我们频道最喜欢的啊，乐观进取的态度。我觉得他会慢慢转过来，所以要再等他一下。我觉得他只会有这几个礼拜比较不出现了，他很快就会无法习惯自己一直不容易看到你，所以他蛮常在你们附近的。好，这里唯一这个讯息是，但是我要提醒一个小事情哦，如果他告白，他现在就告白的话，会有其他也喜欢你的人也会浮出来，是有这个机会，但是我不觉得这件事情会发生在最近，因为其他的角度也有人还搞不清楚对你的好感是什么。我这边看到其他的角度有比较一点是，也对你有好感，但是还处在于一种有比较多一点的想法的好朋友，就这样，好的朋友里面这样，所以那一条线我觉得还不清晰，这边看到很清晰，所以我只能在这边再多说一点点这样，因为我没有翻啦，所以讯息是短的，但是这边是有一点点。好了，那1号牌就这样，好，你再期待一下了哈。他的告白方式应该就是用表达的，不是用讲的，就是表达让你知道他喜欢你。我觉得他应该会表达的还蛮清晰，你会明白。好，那就这样，这是1号牌的朋友，那我们一起乐观期待吧。好，中间变化到冬天前，中间变化还蛮多的哈。那就先这样，那祝福你们。好，接下来我们来看选择第2号牌的朋友哈。今天的题目是告白哈，我们就把那个最靠近告白的这个能量的人找出来哈。那我们一样哈，从5张牌来看一下那边反弹回来的5个讯息，我们来捕捉一下5个讯息的方向哈，来看看我最好奇的点，它的现况，就是我们要看他到底要不要告白了啦，要表达了吗？把它看出来一下，来，好。5张的讯息哦。突然有一阵混乱的，好，没关系。好，第2，这组牌，用我们这边比较抽象的形容，就是这讯息来变模糊了哈。要专心一下下。好，然后我再抽5张牌来确定一下有没有特别要讲的哈。希望抽到了，因为我这题有点需要指引，果然有，你看吧。好，那一张，好，有1张就可以了，有1张指引就够了。好，我先专注在这个，这里比较像是一种绝对客观的角度来看你们这一件事情啦。那通常我会完全相信这里的讯息给的方向，因为他看的比我的宽广，时间轴也比我绵密，这个角度的。那如果以这张牌来说的话，他告诉我说，现在你们的状况应该是处在一种很和谐的平静之中，很安静无声的。没有特别说是你们两个有没有靠近，可是现在你们两个的中间的能量很安静，很平静。这个我直接问我吧，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有难题的。这个所谓的安静平静是
第一个是未察觉彼此嘛，第二个是已经认识了，可是却处在一种非常高度和谐的关系里。这张太难了，等一下，先看这个。你们现在处在一个这两张牌跟我接下来讲的其实有点差次千里。好，因为这两张牌所讲的意义跟我做的提问没有关系，但是它用一个非常抽象的角度来做形容，我把它转换。这两张牌结合起来说的一件事情是，你们两个现在算认识，只是你们所认知的对方都不是正确的讯息。也就是说，可能你们还没有真正对谈过，或是真正成为朋友。你们对彼此的讯息跟了解都是处在一种遥望的、别人转述的，或是自己在网络上看到的。所以他现在对你的喜欢跟想跟你告白，都还在处在超级初期。我觉得我要先确定你们有没有认识，我才能够往下讲。因为今天这组牌有极大的可能是，他是以朋友的很遥望的角度看到你的喜欢，然后他有可能在可能的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会告白，跟你说他喜欢你，他会很明确的表达。但我要确定一下，这层关系是不是只是其中一个选项，而不是唯一的。来，我先看，直接翻你们两个人现在的距离。其实这里就已经有差不多的答案了耶。没关系，我把它翻完。你们还没有出现共同的朋友，应该说还没有发现，应该是有发现的啦。这样你才会从比较遥望的网络的比较远的地方看见彼此，中间应该有共同朋友。有，不是还没发现，有。我要说的是，共同的朋友还没帮你们牵线，还没把你们拉近，还没有。如果今天他看到你，到认识你，是一个登山的旅程。我非常常讲登山了，因为为什么都要讲登山？因为往上爬是辛苦的、慢的。如果他从知道你这个人到认识你，都还没到告白，只到第一阶段先认识你，跟你对谈，这一条路上，现在才刚刚到了登山口而已，路径还很远。那你们中间，就如我刚刚所直觉看到的，你们中间还有密密麻麻的不同的人际关系还没有整理出来，所以以他的角度，他其实不知道要透过谁，要去参加什么活动，要去哪里才能够看到你。他现在都还没有这些资讯，因为他还没有确定你的朋友跟他的朋友有没有共同的在哪里，人在哪里这样。目前唯一有的机会是巧遇，因为即便你们的距离很远，其实距离很远，你们两个的连接的能量还非常贫瘠，非常弱。当然是有连接，当然是有一些直觉，有一些灵魂的跳动要做连接，可是都太复杂，都处在太复杂的状况里。那可预期的未来也是模糊的，所以现在是状况不明的一个状况。但是至少才刚有找到登山口，已经进那个登山口了。那这组很需要某种巧遇，很需要某种不小心的遇见。为什么？因为至少在这里，整个混乱的状态，整个混乱的能量，叽叽喳喳、很嘈杂的声音里面，可以看出来，大家还是在差不多的共同意识里在打转。也就是说，你们接触到的讯息、所处的环境、城市、生活圈、看的网络、年纪各方面，
都很接近，它只是在同频的频率里面比较嘈杂，只是处在一个比较嘈杂的状况，所以我会说这组会很需要某种巧遇，因为它会产生那个巧遇，让你们遇见。那基于他已经知道你是谁，基于他从遥望的角度已经喜欢你了，所以他会在很接近你实体的你本尊的你的时候，我觉得这里有某种冲动，是他会走到你面前，直接认识你，他不会错过那个机会，他不会错过，因为，这两张牌揭示了一个事实，就是他会在很靠近的时候发现你跟他原本以为的完全不一样，所以他会立刻靠近。而那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答案里，有让他放松，让他觉得我可以靠近。哦，原来你跟我感受上的不一样。他看到你本尊的时候，他就会知道他可以靠近，他可以去认识你，主动去认识你。所以从这几句话来说，其实你不知道他是谁。因为他比较像是从他那边透过他的朋友的可能照片 po 文才看到你这样。我觉得他还没看过你本人的可能性还蛮高的，还没哦。因为如果他看过你本人，我会觉得有某种波动、震动，会在我一翻开你们的距离的时候，会有一些画面，他没有反而出现了一些静态的平面的照片的画面，所以我觉得你们还没有遇到。好，那我们这里就到这，我先看其他的。你们之间还有一些杂质在清理中，所以近期应该还不会遇到。我觉得，因为我刚刚说你们这个波动太吵闹了要先等这些吵闹混沌先静下来之后，你们才会有一些比较好的契机遇见看来那个巧合邂逅性、随机性才会出现这边说了，但这边说的那一个安静静置下来，以这个位置来说，会花一点时间会花一点时间看这个，好，我先把它看完，好，好，我先说这两张说，他从看到你的这个时候，即便你们的能量连接跟他的第一直觉，如果只以能量来说的连接是非常贫瘠的、无力的，可是这确实是一个往爱情的路径的一个很棒的开端。对他来说，他看到你的时候，他心里有一个心花怒放，跟有找到人的那个直觉跟感觉有出来，只是意识到这件事情之后，也同时意识到很远，你们的距离很远，但是整条路径是对的。就像我刚前面说的，登山口找到了，而这个登山口走的是那一条前往爱情的路径。他这里定义了，他现在要走到你面前的是一个爱情的路径，不是交朋友的路径，也不是一个创造关系的路径，他就是笃定，他就是爱情的路径。所以从我们前面看到他，如果一出现在你面前的话，他非常有机会会直接告白。他有这一个，我不觉得他是莽撞，他有这一个自信有跑出来只是还要再过一阵子，基于这里跟这里，还要再过一阵子，他才会找到方法。但是我还是比较依赖他会随机遇到你啦，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比较高。在我不知道这题，我就觉得要非常仰赖那一个随机遇见，而且可能随机遇见可能性还蛮高的。我看一下这里。好，我知道了。他是一个你意想不到的人。你会需要完全从头适应一个全新的种类的人。他是，那他喜欢你，
跟观察你，一遇到你，他会非常确定自己对你的感觉，可是他不是靠直觉，他是要靠观察。哦，可是这也很难形容，因为他可以在短时间就确定他是喜欢你的，跟你讲。其实这边有揭示一件事情啦，他想试着从观察，而不是靠自己内在盲目的情绪跟直觉来去喜欢你。他想试着，可是其实最本质上，他还是靠着某种盲目的直觉去走到你面前。他会让自己表达的很像，他很确定。那些确定是在他看到、观察、确定自己的情绪各方面。确定自己感觉，可是他很难去佐证，他这些感觉是从你身上的各种表现来去慢慢累积出他的这个确定，因为他得用的时间很短，但是在他的角度，他认为是非常理智的确定。可是其实这张偷偷说，他的确定还是处在一种比较盲目的灵性直觉上面。好，但是他后来才会比较知道是这个。那这个灵性直觉其实是对的，他其实是相对的，他感觉是对的，他感觉是清晰的。只是这里揭露了一件事情是，你们非常不一样哦。连如果以三种身心灵3个角度都不一样哦，不同的思考根本还算不同的世界哈。这里有揭露这件事情，算有趣哦，因为这组牌这么多，我一直有看到一个力量是，这个人有一个本质上的能够突破万难的一种好能量。好，即便我看到这牌看到了你们的超级二元性，但能量还是好的，也不是对撞的，而是一种相互学习的，而是一种相互成长的、相互需要的能量也有在里面哦。好。反而我会觉得它的出现对你来讲是好事。哦，可是我一开始跟你说你要注意一下，它跟你是完全不同的世界里，是因为那个排斥感会跑出来。哦，那排斥感会跑出来，所以你要注意一下哈。好，来我来看一下，这个我们就抓比较尖锐的好了。那一个随机巧合可能发生在哪一段时间区块，好不好？时间点，这个就真的要参考而已，就是给你一个念想，可能哦，你可以当成是好玩哦，但是我还是认真的翻哦，因为毕竟它的随机出现，可能还没有定下答案，毕竟是随机的嘛，所以它还在不同的故事线里面互相碰撞出那个随机点。哦，那我现在翻了2个时间点是，可能会有一个大碰撞，把这个随机点碰撞出来的2个时间点。哦，我是这样问他的。来，就让你有个念想，期待一下。来，秋天正中，夏天刚开始的时候，好。差不多是这2个时间点会有一些比较随机的状况哈。我蛮觉得他会非常主动出现在你面前，你不会错过他的，因为他看到你就会走到你面前了。我觉得这个能量还蛮清晰的，哦，因为这边虽然是很杂乱的讯息，可是在这5张牌，这黑的5张牌以外，我有看到一个突飞猛进的能量在穿越哦。那应该就是他吧。哦，那这组他还完全不需要任何外力，他就会自己直奔到你面前。他是一个很笃定自己感受的人，可是他又一直不以自己的情绪跟感受为他决定任何事情的一个方针。他都认为他都是非常理智的，可是其实我很想告诉他说，没有，是你的直觉非常准。好吧。那就这样，我们一起乐观期待它的出现吧哈。我觉得，再等一下哈，近期就会有比较好的能量要浮现。那不过
如果他最近就浮现，我觉得你们对话的时间不会很长，因为最近你们附近的那个杂的能量还在哦，我觉得还不会那么有足够的时间让你们对谈。要到秋天中间那个时间比较稳，秋天中间那个时间比较稳，比较安静下来，你们会比较多的空间可以认识彼此哦。好，那就这样，2号牌的朋友，那先讲好，我们乐观期待吧。谢谢你来听哦，祝福你们。好，接下来我们来看选择第3号牌的朋友哈，3号牌，哦，好，今天是告白，告白的能量哈，我们一样，我们从他那边过来的5个讯息，我们来看哪一个讯息最重要哈，我们来把它分析一下是什么。其实我都还是蛮着重他现在的现况了，他离你多远了，什么时候告白了啊？我比较在乎比较重要的务实的讯息。那虽然我平常讲的很抽象，但是没办法，我们要从抽象的角度去诠释了哈。我必须要顺着我的话慢慢讲下去，我才知道原来方向是长这样哈。没办法，只在我的脑袋思索哈，那没有办法成为一些讯号。哦，来看一下哦，怎么叠成这样？那就表示这里比较重要了。5张，好。好，就这5张哈。来，我们再从另外一张牌来翻出同样的牌，看看有没有被针对的讯息。哦，被针对的讯息。被针对的讯息啊，也没有啦，就是聚焦的讯息啊。我怎么会用这被针对的讯息？聚焦的讯息没有哈，没有，没有，没有，最后一个，也没有，好吧。那又要依赖我自己了哈。来，不依赖，照样用翻，好吧。这张从这边开起说，就有一点把答案说出来了，但也没关系。我先看他的方向怎么走哈。现况来说，你无法做什么？你哦，这边说的是你哦。好，你现在需要保持比较平静的状态。但这个句子后面接的竟然是迎接他到来，怎么会是这个造句呢？来，我们把它翻出来。所以他现在是直奔你这个方向过来的吗？看一下哈，我们翻一下他离你的距离有多近哈，在这个人际关系的结构里，状况现在是如何？好就可以。我看一下，一点一点来看的话，你最近如果身边附近有朋友恋爱，刚恋爱，刚进入恋爱，他在另外一边的人群里，他还没有跑出来，而且他好像，我跟你说，你们的关系只是你还没有认识他，可是他已经知道你，然后你们中间还没有因为朋友的连结认识到，可是他已经知道你了，然后他已经喜欢你很久了，只是他还没有跟你直接的接触到。那这一次你旁边的朋友如果有恋爱进入爱情或是什么，那就表示你们的这个朋友关系密集连结网路已经连起来了，他开始有一些契机可以靠近了。这前面是讲这些，只是这个主动性跟把他带来你面前的人没有出现，没有这个人，没有这个桥，所以他现在还找不到契机往你这边靠近。可是
他对你认识你这一件事情有新的妄想、念头、欲望，所以他自己会找路过来。那你们之间的能量是没有要滋养什么，现在还没有，因为好像还没有踏到同一个土地里，还没有踏到同一片土地里，所以现在还没有东西要滋养。现在比较像是只差他跟你有真正第一次的对谈。今天好奇妙，今天删除都是这样，都没有，都还是没有聊天到，但是都已经在很遥望的地方就已经喜欢了，很奇妙。今天都很奇妙。那我必须说，你们两个能量的重叠跟融合是有非常好的爱情能量的，只是没有桥。你们很像笔友，能量上很像笔友。现在是当然没有笔友啦，现在大家就是写传讯息。可是早期人跟人之间是写信。为什么要用笔友而不是传讯息？因为传讯息还是有点太近、太扎实，节奏速度很快。我为什么要说笔友写信？大概90年代、80年代，很多人都是用写信的。你们的能量在传递、交换过来，在你们无意识的状态交流过来的节奏很慢，但是一直有平均。可是我觉得蛮像一个状况，我大概模拟给你看，大概的状况就是，他早就知道你是谁，所以你在po 影片、po 照片、任何东西的时候，他看到，在他心里，他的对你的喜欢有出现。某些你 po 的开心的事情，对他来讲是有恋爱的感觉，所以他对于你那边的能量一直有做交换。所以其实这个能量的结论从这里到这里，我可以说，如果你们真的遇到对的时候，他这边一直有在跟你这边做交换的能量，其实有在佐证一件事情是，你们的能量还蛮合的。所以他才会对于你出现的，即便是网络浮在空中的讯息，他都接收得很愉悦。那他不是单方面的，只是暗恋你的喜欢，或是那种疯狂粉丝的这个状况，他不是这里揭示的是一种非常有稳定爱的能量的交换，只是这份稳定爱的能量是没有滋养的土地，所以他这边逆向了，很多好能量都浪费了。所谓的浪费，就是如果你们早一点认识，你们两个是可以交换相处出很多有爱的能量，前面都有点浪费了。主要是你们中间没有桥，完全没有桥，只有爱的能量的交换。但是我一直很难回避一件事情，是这两个，这两个不是上面，是这两个。他一直跟我说，其实你们两个是踏在某一个有爱的时空里面的。他只说了这句，所以我往后看都没有桥啊，都没有桥，反倒只偷偷说了一个暗示是，你们两个都在共享某种他人的幸福美满的情绪之中，所以我会觉得你们有共同的朋友正在恋爱，你们两个都有得到这个讯息，你们两个都有在这个意识里，所以你们其实不远，你们只是不认识。我不认为他看过你了啦，证明我觉得他都在网络上讲，所以他接下来，因为这一张牌蛮核心的，他有一种被看到，应该是这里的某种他对你的喜欢的爱的能量有被看到，因为现在正处于有爱的环境里的人，他对于观察到爱的敏锐度比之前好。所以他似乎有看到了，如果这个人是你们的共同朋友，他好像有看到了他对你的喜欢，会在某个时空里会发现。这是我在这边，在我觉得讯息越来越淡了，其实这组讯息一直在越来越淡的时候，赶快把它捕捉起来的这个方针了。好，有点复杂，也要跑一点时间，但是至少有桥，你们没有断。好，我看一下，这两个恶魔牌，我就要直接问，是否他需要这个有爱的人把他带领到你面前？因为我觉得目前我看起来是这样，其他路就是这些我没有讲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它很慢很硬，没有路，但是不快也不扎实，好像都有一些断点，所以我就没有特别去讲。尤其这整副牌土能量很多，土能量，然后再加上水能量很多，就一直有一种
没有种东西，可是却是在浇水的感觉，所以让我不抱希望哈。所以我把希望投注在那一个有爱的人身上，把他带领前来哈。我必须说，以能量的解释来说，我先说这章说，好像传到空中、传到宇宙的这一个意识不够强。什么意识？就是他渴望见到你本人的这个意识好像不够强啊。所以3号牌的朋友，你可能要丢一点意识出去，就是我希望见到这个人，让这个人揭示出来吧，浮现出来吧。好，现在在这边说，因为这张牌在讲说，我们还在聆听这个渴望跟这个讯息中，所以我觉得好像还听不清楚到底要显化什么哦。如果我们以显化的角度来，就是还听不清楚到底要能量去显化什么，所以他那边的意思跟这边是可能要丢一点。这张牌就好很多。这张牌说，你们这份关系跟这个阻碍跟这个距离，其实会有一个契机点让你们脱困，会脱困。所以这里讲的也不一定是说这个有爱的人会察觉到他对你的喜欢把他带来，不一定。我觉得他有其他的路径跟故事线，有在让你们这个僵局脱困。我也不觉得它是一个随机的邂逅或是随机的遇见，我也不觉得。我觉得它好像会整理起来，你们好像会在一个比较正常的、有规律的情况上遇到哦，所以看起来也就只是时间问题啦。每次看的就是时间问题，再等一下，再等一下，因为这里有东西在整理。那这里面的土能量就发挥作用了。如果这张牌讲的是某种稳定发展，那这里的土能量就揭示了稳定发展的基础，就是慢慢的就会走到了。哦，只是我看不到种子在哪啦，让你们遇到的原因在哪，事件在哪了。所以我刚刚才会说，很像浇了在一个土壤上，可是没有种种子，是要浇水要干嘛？我的感觉是这样，因为我还看不到种子在，就契机在哪，事情在哪。什么可以让你们靠近？什么可以让你们遇见？我没有看到这个讯号。那至于这个有爱的人把他带来，是我认为目前看到的唯一的路线，所以我这样问。好，结果翻出来是有别的路径，所以要再等一下整理关系，它会再从一个比较正常的方向跟时间跑出来。好，光这张牌就讲这么多。好，没关系，我往这里哈，我把一些剩下的把它讲完。这边说，他不知道是说你还在他啦。他说你们应该，我把这个看完，我要往下讲，我先把这个看完。没有关系，好，先讲这个。他说应该有一个小小的变化会在你跟他之间，不知道是谁身上发生。那个变化会影响整个后面的路径的走向，这个讲的很偏远、很遥远，他讲的是你们个人内在会有一些变化。那他如果这边会这样提示，就表示可能会对这整个这里说会慢慢的整理出来的路径，整个会整理出来哦，可能会有影响啦。我只能这么觉得啦。哦，那这个改变是你们身心灵内在的某种成长，近期会有一些某种成长哦。这个你可以把它当成是额外的讯息，先不要把它融入在这里。我觉得把它丢到这里，我觉得有点太牵强。我觉得这比较像是提醒你们两个现在有一个改变，注意一下哈。那我觉得今天的讯息这一组的讯息越来越淡了哈，有点像是那个声音越来越调到安静的位置。没关系，我赶快捕捉。这张说慢慢慢慢就会走到了，我只能说他讲慢慢就会走到了。这张也偷偷说一个东西是在不久的远方的位置有一个你们两个都会走到的点，有一个你们都会遇到的一个礼物，会一起遇到的礼物在后面，要慢慢的会走到，会走到。哦，这边是这样说。好，来看这个。好。好。这里说了一个东西是，这组你们两个其实要走进一个关于爱情的篇章。
那个后面有一个篇章要打开，但是还没开始，还没走进到那里，还没有。有那个爱情的篇章这样打开，比较像这里啦，好像要走到那里。其实这组这之于现在讯息越来越淡的状况，我大概整理出来一个状况，就是以现况来说，那一个让它出现到你面前的一个有逻辑、有顺序的事件，还没有排列组合完。等到排列组合完之后，这张牌的能量就会出现，就是会脱离现况。排列组合完就会脱离现况，会找到那一条路，而那一条路就回应了这里。那一条路展开之后，就是你们两个走向爱情的篇章1或是续篇就开始了。现在都还没有，现在都还没有翻开，现在还在这里，现在比较像是做一本书，还在做一些什么骑马针啊、封套啊、缝线啊，还在这里。书还没有完成，但是里面内容已经完了，还没翻开。这里说还没有翻开，要准备翻开中。好，但是讲到这里，我还是想对这一个，因为我觉得这个蛮关键的，因为这个我觉得是很特别的一个人为的桥梁，会把它带来你面前的。这个我直接独自的翻它，我直接独立的翻它。我翻5张连续，来去针对我问的题目，就是这一个你们两个之间的，应该算是共同认识的人，正在处于恋爱状态、温馨幸福状态的这个人，是否可以察觉他对你的喜欢，而提早或是顺利的把他直接带来你面前就好了，不需要等这些整理。直接让他带来，直接进入新的篇章，爱情的这个路径的篇章就好了。我跳着抽5张，我看一下。其实第1张我就看出来了。我跟你说，这几张跟这里讲的差不多，就是答案是否，他没办法这样子介入，路径还是要照安排好的慢慢的走去。然后这里有偷偷跑出了一个讯息，是这边都没有的，他跟你的工作有相关有关联，只是还没有被发现这件事慢慢会被发现这件事，他跟你的工作有相关，所以很有机会在工作的事情上面，结果你们会有联系，或是找到某一个你可以让你们两个对到话的契机。这边有这个，然后我觉得3号牌就讯息就到这里而已。那我觉得非常模糊，我必须承认非常模糊。那我要把它整理的比较清晰一点，就是你们才刚开始共享同一个朋友圈，你们才刚开始有共同认识的人那他在这一件事情发生之前，他其实已经知道你了，只是他是处在一个暗恋的状态还蛮久的，也算接近像粉丝的状态蛮久的啦。可是当他发现他有认识你的可能了，就是你们有共同朋友出现的时候，他发现他可以显化对于你的爱跟对于你的喜欢，他是可以慢慢的靠近，只是这个念想出来之后，其实还没有路径都还没有出来，所以卡在这里，因为他这个想法才刚开始了。那从这里所揭示的讯号是，因为章节跟篇章都还没有翻开，要等。那要等的路径上有一个个人的身心理的改变，可能是先行条件，或是会先遇到的事，之后才有翻开这个篇章。所以我们依赖着这个篇章所说的，就表示说，应该让你们遇到跟见到面，让他很靠近的事件，还没有确定是什么，还没有出现，因为那个故事线可能还没有走到那里，还没有比较清晰的样子。那我们还是一样，最后还是差点忘了翻一下时间点
我就直接问，因为这一组太模糊了，我们必须问一些比较清晰的题目。我要问他说，给我3个时间点，可能的你们的第一次对话。哦，怎么第一次对话的不知道。哦，我觉得这个题目跳过这里了，重问。我觉得要回到这里，什么时候才开始进入往要遇见的那一个路径上？这些都整理完了，路开始比较顺了。就像这里，篇章已经开始翻开，这本书开始翻开的那个时间点是大概是从哪里开始？哦，这个就会比较犀利一点，因为如果他跑得很远，他跑到下一个冬天或者什么冬天末，或者到明年春天，那就因为我们问的是起点，所以翻出来就是起点了哈。Sorry， 太啰嗦了，好，直接翻，因为我怕会错意。记得这3个时间点是参考哈。我给你一个范围，这个夏天它就会非常靠近了。好，那就剪到这里，直接在这里切断收尾。这个夏天它就会非常靠近了哦。好，那3号牌就这样吧哈。那我们一起乐观期待吧。谢谢你来听哦，祝福你。